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赵怡翔，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在昨天，当你看到了在野的两大主席，包括朱立伦主席跟黄国昌主席两位所谓的在野的高峰会以后，敲定了4月26号蓝白要一起上街头，而上街头以后，当然我就讲419、426，大家包括比人数。比主题怎么样能够诉求所有的民众能够接受他们大家所讲的所有内容都非常的重要，从形式上的人数到实际主题的内容。而这大家有去看，因为419你已经看到了，包括大家看到不管是中华民国国旗跟所谓的台独旗摆在一起，那现场年轻人做的所有一切，对国民党对民众党来讲的话，426会是什么样一个形式，包括人数到现在已经喊到大概是5万人左右了 ，OK？ 那包括其实各路诸侯是不是也都会齐聚？其中包括大家注意的，很久没有看到合体的秃子、汉子、燕子，是不是再次合体？而这过程当中，大家一直关注的几个人，包括因为蒋万安在地检那次已经上去，然后接下来呢，侯友宜在朱立伦号召地检的时候没有现身，但是他说426他会到。那今天呢，那台中市长卢秀燕正式表态会上，大家就会看，包括人数、包括主题会是怎么样。不会开始，先让你看一下，台中市长卢秀燕说他会上街头来。6号会上凯道。为了提醒我们的中央执政当局，眼前应该放下政治，全力以赴拼经济，所以26号我愿意挺身而出。那然后亲自站在街头，提醒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这时候一定要全力的化解国家的危机，拼经济，照顾人民。来，任俊，是我刚刚就讲，这在媒体上面说秃子、汉子、燕子，再次合体 ，OK， 包括韩国院长也说没有道理不去，是那这个合体表示蓝营是不是真的危机感很重？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再不表态，如果支持者再不出来，因为包括明天嘛，民跟曹清成也要开记者会，大家再看台北是不是5席2阶都过，那对蓝营来讲的话，如果这时候再不站出来，是不是真的有团灭一些的危机？当然，大家也看，包括看到昨天的在野高峰会的时候，是不是某种程度也是在告诉蒋万，好了，不要再提倒戈了，好吧？那黄昌也说不，朱立伦也说不，所有这些都是这样，而所有的人数跟主题能够力挽狂澜吗？国民党今天已经讲了哦，说因为报名的人非常踊跃啊，所以已经有5万人跟党部来报名啊。那所以这个看起来说到底是踊跃还是动员啊？老实讲，这本来就是拼人场嘛。对。那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阶段先喊5万？当然是跟您刚刚所提到的说419对那一天啊，不是已经讲说55000人嘛？所以对。今天这个礼拜6的这个场子，第一个哦，人气的部分不能输，因为输了一定弱掉嘛。那个不是我们媒体最坏，不是我们媒体，你不是媒体人，对不起啊，就是说媒体最坏了，最喜欢搞那个空拍图然后画格子然后看人到什么地方景福门到哪里？是，所以我在想那个426那一天。大家有距离能有多浪就多浪，但是那个范围要把它给扩大。但我认为就是说，您刚特别提到国民党是不是有危机？你看今天这个海报都开始出来了嘛你看这个新北的北市的部分跟新北的部分哇战独裁站出来，然后呢这个台中的部分反绿共战独裁。不过这里面2个很重要的是都没有看到县市首长在这里面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的危机感。我认为在画面上的这些人是有危机感的，是因为他们真实会面对到的，就是说我的位置就我今天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职务会不会因为这样没办法养活1家7口之类的就那个他一定有危机感。可是对于县市首长来说，他的危机感在4月26号那一天是促使他站上这个街头吗？还是诚如您刚刚所说的，哇，大家好久没看到大合体了因为呢每一个人都出去。特别的是这样了你看，因为刚刚特别看到说卢秀燕嘛卢秀燕说要上这个凯道。其实老实讲，卢秀燕对于政治的东西她一直很少表达，很少碰，而且很少会在第一时间表达。对。其实你说426的这个时间点一喊出来之后，你大家一定会想得到嘛，记者一定会去问嘛。那卢基本上对于个别的询问都不回答。
但是他后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明白跟你讲说他要站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到说特别有一个新闻说，哇，台中会有60辆的这个游览车。当然，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动员场嘛？是不是动员场？那你看到其实就有不同的这个讯息出现啊，比如说在这个讯息里面呢，就有说报名费用是每个人是500块哦，那代表是什么？我没有是这个一定是自发性的，你愿意出我8块。理解来没有？不过旁边的这一个就说，也有就是像也有人提说，我要开始把这个人数动出来啊，或干嘛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关于您刚刚特别提到的那一场这个所谓的高峰会，2个主席的高峰会。那这里面呢，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说，民众党感觉上也有在动员了。为什么？像这一个，哇，我这边刚好有资源，有需要可以跟我说。什么资源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人帮忙出这个什么游览车的费用啊便当的费用啊？老实讲不清楚啊。那你看到这边也有提到说，每次的活动车资啊500块啊，含保险啊，含什么东西啊？但因为补了一个我刚好有资源啊，那什么资源不知道啊。那我就讲，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跟民众党把这个场子要撑起来，这个没有问题了啦那之前说是不是只有黄国昌代表民众党去？那现在看起来民众党也有要动员，只是这个动员会不会诚如这个昨天有一个截图出来嘛？讲说有小草在那边发布，讲说那个我们到那个场子里面去只要国民党的人上台，我们就只要我们的人上台，我们就要把这个场子呢变成民众党的主场。老实讲不清楚，但我回到您刚刚所提的这个县市首长的这一块事实上对于县市首长来讲，这个场子他一定要出席，一定要出席，因为媒体一定会点嘛，就说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看起来把主轴拉得很高了。我所谓拉得很高的意思，在过往我们在看待大罢免的这件事情，一定是针对这些立委当然不是只有这几个人啦，这是因为新北、双北跟这个台中这些他们已经有这个海报出来了嘛那对于这些立委来讲，他真正会遇到的、想要得到的，其实是党中央如何告诉这些立委说：“我们全力的动员，帮你挺住被罢免的这一战。”因为在这个阶段里面，事实上，有可能会被罢免者，真的只有到第3阶，进入到3阶投票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过去我们在想说，是不是在2阶的部分能够动员起来进行反制？看起来这个反制没有太大的效果唯一只有呈现一个。越低调的，就35个里面越低调的。我现在特别指蓝委因为绿委基本上大概都低调了，也没有大张旗鼓啊，或者干嘛叫着，大概有提告的有了就说在蓝委的部分，有可能面临到罢免危机的，只要低调的，基本上你看到在这几波里面，几乎都没有被人家讲说2阶也都过了或者是不断的被炒新闻。大概能够讲出来35个立委，能够讲出名字的，要被罢免危机，也不过都那几个。我必须诚实的讲，当然媒体上会讨论都那几个，而很快都达标的都是这些人。都是这些人。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党里面透过这个动员，到底是希望告诉这些立委讲说，你不要担心，我担任你的后盾，还是他真正的主目标是在什么地方？老实讲不知道。我有在这个群组里面就是这个有看到有个讯息。就讲说呢，那一天大家这个上426的时候，记得带身份证。那我那时候一开始看到这个讯息，为什么要记得带身份证呢？因为后面补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周边会摆各个地方的联署站，罢免民进党立委的联署站。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你想罢免谁，到现场都可以填。那也要先你的选区里面有民进党立委，有要被罢的，才有办法嘛。但所以我就讲，就是说这一场活动的主轴，对于党中央来讲，你到底要推动什么？老实说，我现在问了一些这个国民党的朋友，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很清楚。各地的诸侯开始展现自己的力量，也就是争取话语权。这其中当然第一个，蒋万安一定会被问到嘛因为蒋万安那时候丢出一个倒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侯友宜对不起朱立伦。在昨天高峰会之前，只要被问到，他的说法都是这可以是一个选项，可以讨论。一直到昨天跟黄国昌会面完了之后，2个人定调的主轴就是倒阁。在这个阶段不可行，没有意义。OK， 所以把主轴拉到就是说426那一天看起来骂赖清德一定成为他的主轴。那问题是你要拿赖清德出来的前提是什么？老实讲，没有人知道。OK， 因为如果你要把倒阁这件事情视之为防守的方式，还是视之为攻击的方式，这2个方向会完全不同。
如果我今天要倒戈，基本上就是说我透过倒戈这个方式作为防守的话，是要用倒戈避免我的立委面临到大罢免完了之后，我可能要面对的那个窘境。可是如果我的倒戈只是作为一个攻击赖清德的手段，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有一个手段该提出来的方法，比如说态度很重要，也就是我不管成或不成功，我就直接先推完了之后，我就逼得你赖清德。所以有一个叫做时间说嘛，今天有人开始提出来讲说，你要倒戈，如果你今天大罢免都没过，我这时候提倒戈，可能对于民众来讲的那个感触，跟对民进党的压力会有所不同。但看起来党中央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没有提到，所以你光看到就是光这一个，其实老实讲，站独裁站出来，反绿共站独裁。这里面跟罢免的这件事情很难让人家有正相关哦，所以我比较会觉得，就是说那一天会不会到最后是各自上台各自表述。老实讲，站独裁站出来，反绿共站独裁。这里面跟罢免的这件事情很难让人家有正相关哦，所以我比较会觉得，就是说那一天会不会到最后是各自上台各自表述，大方向就是说我们要反对民进党的独裁，我们要反对这个，可是他对于这个整个要被罢免的情形，其实没有任何正相关，让大家的支持者觉得说，好，我要出来捍卫住我的选区的国民党的立委，这个的连结性到目前为止其实是比较少的。将军，我会觉得为什么刚才会讲说是整体国民党是感受到危机这个情形嘛？因为其实国民党如果要自己上街头，自己就可以上街头了，可以啊。但是在上个礼拜，当黄吕锦如要被约谈那个时候，过程当中朱立伦不是第一次喊，就是所有的党公职人员大家北检见，然后那个过程到了第二天，如果照媒体上面的记载的话，或上公在我们节目讲，18号。朱立伦就请党部的人联络周瑜修，然后就要跟黄国昌碰面。碰面以后，促成了昨天的在野高峰会。在野高峰会以后，邀请他，然后定调了蓝白阵营要上426上街头。当然，黄国昌是说他会代表民众党去，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民众党的人会去。是，所以显然国民党在这时候知道426这一战。能够想尽办法拉到多少盟友就来吧，好歹表示在野大结盟啊，我有这样一些，所以这一次包括罢免，包括黄吕被约谈，这些有被收押的，有被约谈的，包括这个压力，包括整个罢免的数字的压力，对国民党的人来讲的话，真的如果再轻忽，那就退此一步，几无思索，是这样吗？其实朱立伦这个426应该是在他们黄吕锦如被北检召去问话。他决定到北检前面去抗议到天亮的那一刻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因为他一去就讲说我们426要游行，场地都申请好，所以绝对不是在北检前临时动议，一定是先做了这件事。为什么先做这件事呢？因为他很担心北检这一场揪来的人太少，后来真的是不多嘛，100来人而已，真的是不多，因为临时嘛。然后新北市跟台中市长都没有来，那还好来了一个蒋万安跟张善政，对，不然真下不了台主席登高一呼，最后没来几个人，所以他那个426就是在去围北检之前就想好要这样做的。那么这个426有没有准备时间？有准备时间，至少超过1个礼拜的酝酿。那按照国民党的动员能力，不要1个礼拜了，3到5天，你一个县市动员个2、3万人没有问题。我很清楚，一个县市动员尤其是越北部，北基桃，这个大的直辖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你一个县市党部动2万人，太简单了，太简单了。然后其他的县市动个1万人、5000人都不难，凑一凑10万人，很容易。国民党这很容易，所以单国民党426弄个10万人不是难事。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第一个主题要正确。让这些党员或者是相关的支持者认为我非站出来不可，10万人很简单。那为什么这次一定要跟白营之间做这样的合作？对，因为第一个你是在野国民党是在野党所以你动员出来的人绝对不能只有国民党一个党，所以他必须要去跟黄国昌谈。可是跟黄国昌谈，黄国昌心中有没有障碍？有大家记不记得国民党上一次跟民众党谈是什么时候？跟柯文哲，然后签了那个。那就是凯悦饭店，没有凯悦之前，君悦饭店之前跟马英九
然后马英九那次叫陈志涵出去，那一天应该是11月15号礼拜三，因为柯文哲签完以后晚上来下午来我们节目专访。对，那天应该是11月15礼拜三。那一天是所有民众党心中跟国民党所谓会谈商量的心魔。因为谈出来之后，柯文哲也没笑，陈志涵哭了，黄珊珊哭了，全部哭成一团了。也就是说，跟国民党如果关着门密室会商，一定吃亏。所以黄国昌为什么这一次要求一定要全程直播，一定要全程直播，因为他要扳回一城嘛，他要让所有的民众党知道，上次柯主席被国民党欺负了，这次我当主席，我要扳回一城。他做到了。这全程大家可以看到，国民党被黄国昌压着打，真的压着打。朱立伦讲什么，我觉得不重要，重要是朱立伦一直在等待黄国昌讲2件事。第一件事情，我不同意也不支持倒阁。这是朱立伦要的，因为朱立伦没有办法直接去回蒋万安嘛，也没有办法直接去呛赵少康嘛，他必须找到一个第2大的在野党来给他有底气。因为如果没有白营的支持，因为绿营的状态好，我们先没有办法讨论在这。如果没有白营的支持，但是国民党是不足以做倒阁，要1/2嘛，最少。没有白的支持，国民党提倒阁就叫白提嘛，他一定需要白的支持，所以说他这一定要从黄国昌民众党的党主席嘴巴讲出来说。我不支持倒阁那赵少康闭嘴，那个蒋万安也闭嘴，因为没有他就做不成嘛，所以不是我这个朱立伦的问题。第2件事就是426，426大家可以看89跟曹新成董事长，他们这一个是民间的团体，你说419吧？是4月19号，这是一个民间的团体，他没有政党的澳元 ，OK， 因为那天没有看到任何政党旗出现。他们都可以搞个55000人，那到底你说多少人？我有到现场，人是够多了哈。那么如果国民党用政党的力量大张旗鼓，5天前开始鼓吹要游行，你吹出来的人，即使你吹出来的人好啦，有8万好，你有赢吗？没有赢啊。我讲国民党自己的动员能力10万没有问题，真的10万没有问题。可是只有你单一国民党的动员，拿着旗子，拿着这个什么各党部的这个招牌，拿着各里长的这个跟我来，一点都不光彩。OK， 他一定要有国民党以外的力量进来，就是黄国昌。他说我会去，他没有说民众党会，可是民众党必然要跟进。那跟进了以后，我告诉大家，小草开始做一些运作了。我们要3分抗绿，7分壮大自己。这是不是黄国昌心中要讲的话？是，真的是。为什么我说是呢？因为现在国民党党内有很多基层一般的非政治人物，他对于蒋万安对赵少康讲出来倒阁是赞成的。为什么？你知道这些国民党的基层那个多闷呐！每天在那边看到前面罢免叶元之，前面要罢免王宏威，那心中很闷。可是他又不能出去骂，一骂到时候又没水准，又怕帮他添柴火。那突然间有人说好啦，翻桌了，倒阁了。OK， 基层的士气是很旺的。不过刚才将军讲的，包括基层一直到领导阶层，大家心里面的一个状态，元之，这要回到你们，因为包括你们现在媒体上今天现在开始统计嘛，有多少已经过了2阶的国民党的委员这些，当然我相信被挂在那上面要讨论的委员，不管蓝的绿的，压力一定都大。可是对你们整体来讲的话，真的包括黄仁锦如被约谈，然后甚或因为北检提抗告了嘛，是不是真的会被压？然后最近看到的数字越来越多，这些是整体的危机感也逼的这些，包括诸侯，包括主席，甚或像蒋万安连倒阁的重话全部都要说出来吗？对，其实426啊，这个跟我们反罢免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是没什么关系。它主要是因为那时候黄旅那天宣布，是因为黄旅那时候在被移送到北检外面嘛。那个时候都还没有说是要声押怎么样，那个时候主席就是讲说426嘛，我们要办一个活动走上街头。其实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它主要是一系列的那种大家的情感的堆叠啦。就是说从台南我们的市党部被检调冲完之后有两个人被收押嘛，然后到后来忽然间新北也被冲啊，台北也被冲。那大家其实，在台南的时候2个被收押的时候，很多人就讲说，那党中央在哪里？怎么都没看到嘛。然后我们的支持者在我们被罢免过程当中，其实也都是有气，但是也不知道去哪里发挥嘛。那还有就是再加上就是赖清德，大家觉得说他当就职，他当选也1年多了，就说
对于重大的政策，感觉到他没有那么关心，可是就是一直在斗，一直在斗，一直为了权力，一直不断的在散布仇恨，所以大家有气嘛，所以才会，我觉得才会酝酿出这个活动出来啦。一直不断的在散布仇恨，所以大家有气嘛，所以才会，我觉得才会酝酿出这个活动出来啦。那426，当然我们人数的部分，坦白说了哈，其实我自己是不会想要去跟人家比人数，一定要喊多少啦。但是我们党中央已经有没有讲说每个人要动员多少？其实没有，其实没有。我是因为有人，就是现在我走在路上都很多人跟我说426他主动要去，连我，比如说我约了一个人，我说，改一天去拜访你啊，他要跟我约时间，他都自己主动讲，他说，426因为我号召人家要去街头，所以你不要约那一天。就是其实蛮多人主动说要去。OK， 那当然我们民意代表就是有一些民意代表，就是因为支持者要去嘛，他可能住的比较远嘛，所以有安排游览车，但那个不是说你不想去，我用游览车帮你载去，我觉得不一样，而是说。是大家很想去，那现在党中央已经喊出一个，我也是看新闻，然后也没有跟我们讲啦，他喊一个说5万人，这5万人是不包括市议员、立委的人数所以已经有5万人了，他喊的还不包括市议员、立委喊的，所以党部动员党部的动员，党部喊的说大家党部是要告诉你说我是有实力的，各界报名的已经5万了，那我是不报名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再加上立委、议员。带去的人哇，这个人数应该是还蛮多的，吓死！那我想这就是反映现在的民意啊，因为说实在，我觉得那个黄旅的事情，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司法怎么这样？那国民党现在当然会觉得说，哇塞，那个民进党现在就是要斩草除根啊，就是没有放过啊，而且司法这个事情办这个罢免这件事情啊。都是以前就不是这样搞的嘛。那时候韩国瑜的时候，也有接近100个是死亡联署嘛。当时也有人去检举，后来检察官是不起诉。不起诉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是说，因为伪造文书是罚结果犯。就是说，因为这些伪造文书的人在过程当中就已经被踢掉了，他的伪造文书并没有影响到后来那个罢免的联署跟结果。所以呢，不起诉。那如果同理可证，他今天即便是可能这个罢绿的，在过程当中有人伪造文书，但是他也踢掉了啊。那结果犯的他没有影响任何的结果啊。那为什么以前就说，因为是结果犯，所以呢不罚。现在现在结果犯要罚。好，那绿的现在又讲出一个新的说法，说那都是因为翁小玲呢，他修改那个选罢法，2月18号改了选罢法，这也是乱讲的。为什么呢？因为翁小玲他的修法是搭配着，如果联署你要附那个身份证影本的情况之下，这样子搞嘛。那现在难道我现在罢免大家有附身份证影本吗？没有啊，全部人都适用旧法。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带这个风向，其实他们也觉得说，这双标怎么办？有点熬不下去，所以就随便办。等一下我还没有讲完，等一下我还没有。我觉得你做很多的指控，等我全部讲。你这样一次回，对，一下已经受不了。你这样一次回，等一下让你慢慢讲。我觉得还没有讲完呢，还没有讲完，4-5个，还没有讲完。所以呢，这个跟翁小玲这事也没关，而且检方在调查都是用伪造文书。跟泄密那个违反各自嘛，也没有去扯到选罢法，所以这正是司法双标很严重。好，然后再来呢，那个剪掉。你看我继续听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这3个指控我还没讲完，我们今天讲完来台北市议会是3个指控，就让他回应一下嘛，对不对？等一下啦，你要讲剪掉是要讲包括基隆。好，等一下，基隆这件事我们待会再一段讲，因为现在先讲的就是包括过程黄旅的这些东西。那让宜翔先回你前面刚才那个，因为我觉得你还是会跳进来了，就我觉得袁志你也会忍不住了。但重点是，我觉得要回真的是太麻烦了，是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太多指控。但是我尽量先讲翁小玲这件事情。为什么有人会提翁小玲？包括我在内，翁小玲展现是的一个精神就是说你不能抄袭，抄袭是多严重我管你现在他是不是法，因为他的法律确实他过的时间是比较晚嘛，对不对？但你精神依然存在。翁小玲、吴宗宪认为抄袭是重罪，是严重的事情，应该要严办。然后突然之间，其实国民党说，
其实抄袭没有那么严重啊，抄袭名册还好啊，所以说那个精神的对比，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嘛。第二个理由书的事情，我一定要讲这个，因为国民党确实，我觉得很多新闻面对面的听众观众朋友，其实真的是很了解啊，高知识水准，了解我们当前的时事，可能曾经有参与到这个高雄的罢免。当时为什么高检会有说，这个不是成罪的要件？其主要是因为他认为罢免团体没有办法去查这些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伪造文书，这个是可以理解。为什么？真的，今天如果我是罢免团体，人家交给我10份联署书，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比对，我还是要相信他交给我是有经由正常的程序，有寻求当事人的同意等等等等，但我没有办法去查，我也不是户政事务所，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在高雄的居民等等。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查写。好，那你要说这个罢免团体有没有罪？你也难说有罪嘛，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查。跟国民党的关键差异是什么？国民党现在是全台几乎啦，这个全部都涉及到，就是这是抄袭，而且是从上面交办下去，而且已经有国民党多位民意代表直接承认，说这个就是国民党在抄袭了。你懂那个主动是不一样的哦。你今天为什么这个公民团体你担心是人家拿给你，是人家不慎人家不小心去犯了错拿给你，然后你要背负法律责任，法律不是这样。但是如果先是你国民党高层交办下去，由各市党部甚至于清空系统接受了这个讯息，说好我们要集体抄袭，那对不起，那罪一定是定在国民党上，所以这个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事情哈。那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说426跟反罢免无关，我觉得全世界全台湾人没人会接受这个论述啊。为什么426会出来？就是因为2个原因嘛。第一个这个419当然这个很多人是集结在凯道上，但除此之外423这个北检外面北检外面，你当时为什么会集结在北检423对不起，那个417啦，417集结在北检，为什么会集结在北检？很容易嘛，因为当时国民党看到这个黄旅被压，不满嘛，那黄旅为什么被声压？难道跟罢免无关吗？跟罢免无关吗？这是最直接的关联性啊！你因为黄旅被怀疑说指使一堆清空系统去抄袭名册，所以因此他被声压，然后你国民党为了要声援他的声压，你喊出了426，那你现在说426跟反罢免无关，我觉得没人会接受。那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黄旅这件事情，他被声压，其实他关键就是这样，名册是谁给的？就是你先不要说这个说黄旅被声压是这个政治部，你就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名册如何取得到的？因为现在包括连国民党自己党籍的司员都出来说，这个是清空系统。很多人也知道国民党清空系统，当地清空系统是听主委的听主委的那再来，名册是谁在保管？市党部主委我有吗？没有，市议员有，我相信岳元之也没有啊。都没有这些名册，你的逻辑就是检方说的觉得说因为是你保管的，所以这件事一定是你干的啊。那同样道理嘛，共谍是在吴钊燮旁边嘛，所以吴钊燮你一定跟共谍有关。这样逻辑的推论很奇怪嘛。检方办案应该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嘛。我觉得面对面的观众朋友可以听得出来，这个逻辑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当然是同样的事，你有证据办人家，你不能说因为你是市党部主委，所以你一定知道，所以我要办你嘛。原子，今天如果你有一份机密资料，只有你有。然后最后这份机密资料流出去，没有了，党员名册怎么会主委有？主委不是吗？你们自己都已经承认会有啊，没有啦。然后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你也要先证明说，党工也有，你们党员名册电脑里面呢，你们已经有多少位这个党籍的公职人员出来讲说，这就是主委独有的？如果这个这么多人有，那我问你，如果这么多人有，你们有没有各自问题？你们党员名册电脑里面呢？你们已经有多少位这个党籍的公职人员出来讲说，这就是主委独有的？如果这个这么多人有，那我问你，如果这么多人有，你们有没有各自问题？党员名册有什么各自问题？当然有各自问题。你们党员名册本来就有名字，甚至可能有生日，甚至可能有住宅。
你说这没有各自问题吗？你的逻辑就是我刚讲的，就是说，因为你是主委，资有资料你流出去，绝对不会只有他有。叶元之嘛？那今天已经有多少国民党人说这个市党部的相关名册就是由党部主委去管的？那今天流出，甚至还有人说有卡片。不是有卡片，那我请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党员有卡片，我们看了之后，这个卡片谁保管？我们党员啊，每2个月要办一次生日会啊。哈，如果说这个名单只有主委有的话，那寄那个邀请函是主委自己去寄哦。不是嘛？这个都是一个逻辑在嘛。好了，你一定是主委要求人家去发的嘛？换我了，不是嘛？对，换我了。我觉得你已经回应我，只是说，让我最后讲一点，这是你们自己国民党的工作人员去讲。包括有没有卡片，主委有卡片，包括清空系统是听主委的，包括主委就是保管这个名，这都是你们自己讲。我不懂为什么这一点还要否认这个既定事实嘛？不就事实就不是嘛？我简单回应一下哈。第一个，汪小玲这个事情啊，我们讲的不是什么精神不精神，我们讲的是适法性的问题。现在大家讨论司法办案有没有双标，是讨论适法性，没有在讲精神呐。第二个理由书我刚刚也讲了，就是说伪造文书是结果犯。这个跟什么霸团什么有没有能力去查他是不是伪造文书也无关呐。再来哦，那个我们党部宣布要办426的时候，坦白说，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419这件事情啊，所以说你要讲说是为了419才去做的事情，我也觉得奇怪。然后呢，当然检方也怕说我们一直讲说是办蓝不办绿，所以他就去办了基隆。那基隆这个部分也非常奇怪哦。基隆第一，对，我还是要讲基隆，我压到后面讲。为什么？因为今天有太多的主题要讨论。基隆这一段不是单纯要讲基隆，要讲的是，所有的台湾人民都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重点是在这，所以为什么这件事情，蓝营的、绿营的，连霸团的，所有的人都出来表达抗议的意见，原因是在这个地方，好不好？这段那孝哥，那我讲一个这个图了，这个图上面写说426一起站出来，我们其实是3点了，就是下午3点集合啦，然后反绿共战独裁，但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奇怪？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战前须知。说我们这边呢是唯一支持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请勿带其他旗帜。那拿红共旗帜闹场就是绿共青鸟哈，挑衅的就是绿共。然后如果有发现游行的绿共人士，请不要理会，拍照上传。为什么会有这个图？大家会觉得很突兀，因为就是有发现，在网络上有发现。有人呐，我不要说是谁啦，我这个图大家也可以去查证啊，不知道，但是因为有看到这样的图 ，OK， 就是说找工读生，然后呢，请这些工读生呢带着5星旗啊混到我们的场子里面去，那刻意可能又是要造成说，你看国民党又是跟共产党在一起，所以这是消毒。就是说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讲，我们绝对不支持带5星旗来这种行为。好，那同样来一中419，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现场去，然后419，然后你现在看到426，包括元之刚讲，他们还要先进行消毒的这一块，你会怎么样去看？包括419跟未来到426的时候，你现在怎么看？当然，我可以同意元之刚刚讲，就是说他们根本不知道419这个活动，所以他们的426其实跟419是没有关系。但是因为419办得太成功，那我当然也在现场啊，就是这个。守护台湾，拒绝统战。那这个419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如果有到现场，或者你在电视上看到，就是说它其实是河流，它把过去的那些本土派，我们讲的比较台湾派、本土派的，跟过去不是在绿营场子的那些所谓的正蓝军、中华民国派，它把2个都在一起。所以你看到有一张照片很有名嘛，就是那个台湾旗跟那个中华民国的国旗2个嘎在一起。那其实现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他手上是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那这个画面其实你从我参与那种街头运动大概20年以上应该有，我就含了底下绿营的，或是说你说跟台湾派这场哦，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以前早人拿这个国旗，人用收起来，那个收起来，好，就是中华民国是要收起来的啊，讲台语啦，然后开始了，台上如果讲话没有讲台语，然后讲台语啦，结果那一天我看到台上好像没有人讲台语，全部都讲国语讲。好，就会看到，所以那个场子跟过去的那个绿营的场子是完全截然不同。所以你说，然后也没有民进党的党工就是在下面动员，所以那种公民的自发可以吹出这个好，不管是5万人或是多少，那确实是很震撼。这个也表示怎么知道，国民党你的根基被刨掉，
国民党以前就说民进党就是连称国旗的这一块，对，因为国民党以前就说民进党就台独是战争，然后中华民国守护中华民国是由国民党，所以早年你知道很多人投国民党是因为中华民国，就说啊怕投给民进党会变台独战争，所以他们是看着那一面旗子才投给国民党。结果那一面旗子在那一天419，基本上就已经直接被停下来了。所以我说那个东西其实对国民党来讲才是最大的危机。那国民党当然原子有提到，就是说好，他们也意识到这件事，所以那一天426千万不要有什么有人那边。我也觉得不要去反串，我确实有在网络上看到，但我也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就是说，我觉得也不需要这样，我们就光明正大去做。因为如果你反串被抓到，其实对于我们这边来讲会有一些伤害。那我嘛不需要那啦。但相反的，如果他们的场子真的有他们自己人拿着共产党的5星旗，甚或那一个莫名其妙穿着纳粹服的那个，他要出现在现场，那这笔账你国民党要不要担？你的纠察队，你街头运动你有纠察队，你要不要把它处理掉？那国民党过去不要用处理掉，不是处理，就是说这件事要处理。对，真的你要把它隔开，或者说你要很清楚的说，这个人跟我们这个活动是无关。如果你没有清楚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照片拍到，我们就会说，那这个就是你们的，这个是事实。OK， 那国民党的问题就是，那当然你说他们要动员什么的。那当然，今天网络上有一个简单的那个民调了，这是苹果的民调，就是说会不会占独裁？你认同吗？那认同的比例是33啊，不认同的就63，好，这一个。然后会参加的24%，然后不参加的是75%。这个是当然是网友自发就投票，可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在这种自发性的网友这一块啊，他好像不是很受欢迎。我当然相信国民党动员5万人没有问题啦，这比过去选举那个凯道那不是问题。但是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说，这一次419民进党是没有动员，他就是说公民团体就可以绕出这么多人，连馆长都很生气。馆长的活动我也有去过嘛，我马上去，我那边很生气，这边说吃咸酥鸡啦，在家里那边把啤酒打开，然后给我看直播，意思说。那些人竟然去现场，他很不爽嘛，就表示说他们动员力是强。好，那我最后再讲一件事情，你国民党不要那天419的整个主轴就是我说本土派跟这些中华民国派他们的主轴就是反共嘛，反共抗俄那个反共，叫你国民党人在反共抗俄的时候你在冲啥？我们先看右边这一张，这个是之前4月初的时候，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去见了宋涛国台办的主任，然后在里面。那个宋涛就说民进党是卖台引战，然后夏立言就在那边跟他一搭一唱。廖一豪呢，我们看左边这一张，这也是国民党另外一个副主席，叫连胜文。他什么时候去呢？就是在419我们这边抗议的时候，他人就在中国，他又见了宋涛，然后他就是说就是那边聊，然后他当场说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好，那现在重点是这2个都是你国民党现任的副主席啊，一个4月初去，一个4月20号去啊。这个东西不就更落实的？人家奖励国民党现在，所以包括很多正南军外省的2代、3代，就是说他们现在他们的老长辈是跟着来反共，就现在他们的后代没办法接受这个变红的中国国民党。好啊，然后国民党没出息嘛，自己怕以外，还找了民众党来站下嘛。民众党也是一样的问题啊。国民党没出息嘛，自己怕以外，还找了民众党来站下嘛。民众党也是一样的问题啊。民众党那一个被称为比翁小玲还翁小玲的立委刘书彬，他最近在质询那个我们的那个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的时候，就这刘书彬嘛，给大家很多人可能不认识他，就新地补的不分区。对，他是地补吴春成的。对。然后他的 PowerPoint 上面写什么？他说。面对中国威胁，是他的 PowerPoint 更要沉稳因应。他提到就是说赖总统说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然后他就引用了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的第8条里面提到，就是说这些事情，这些3个太阳，然后对方就可以采取非和平方式，来就是武力犯台。好，然后还说你看哦，有没有知己知彼？要大家注意哦，一中原则，所以他可以这样子去对台绕。就邱垂正直接回答说，大姐，你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要我去遵守，就意思是说赖清德没有遵守这个规定，然后所以对方就可以拿反分裂国家法来压我们。有这样的立委，你今天领的是中华民国的薪水，你是中华民国的立委呢？你过去还是东吴政治系的主任，结果你在堂堂的国会的殿堂，在质询陆委会主委的时候，你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分裂国家法
来，今年还是20周年，拿了这个来压我们，所以这是精气适合系，所以你就知道这一场蓝白好不容易黄国昌跟朱立伦这样子抱在一起以后，冲爆猪肉的这一场大戏，在426的时候，结果还没出现之前，你看这些跟共产党这边一搭一唱的这个声音已经出现了。那你如果你没办法去化解这件事的话，你又如何去抠出这些现在要罢免你们的这些委员，就是希望大家来反罢免？如果你没办法做到的话，我觉得这个426办只是人多，然后但是它的意涵没有办法凸显。明凤刚才讲到说，国民党现在是连包括拿中华民国国旗或是喊反共口号的，连这些都已经不站在国民党这边了吗？可是看起来419、426这些不只是你说人数的问题，不只是主题能不能诉求打动人心的这些问题，现在因为包括有黄旅的司法的案子的问题，然后朱立伦是直接号召人去，所以不是后来就讲说那就直接要送传票，然后通知书，他们是4月28要办，所以大家就讲说426的人数或是那个现场的感动度与否，跟428，因为428是朱立伦照理来说要约谈通知的时间，谢荣介已经说他不会去了，就等刘世芳部长你带队来抓我。那朱立伦，我媒体上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他好像意思也说他不会去，所以这些人就是摆明了说，我巴不得来，你就是带队来抓我。这时候对于包括罢免与否，对于对赖清德的抗议与否，所有这些事的柴火就会越烧越旺。现在这些事情某种程度都嘎在一起了吗？我觉得国民党是要用这一招没有错啊。417的部分，我觉得是蒋万安喊的那个这个倒戈的部分。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其实就是司法单位不停的在约这些人的时候，其实也有些人开始注意了。可是真正就是包围这个北检的那一次，然后整个蒋万安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很多蓝营人都会开始问，以前都是不管。现在他们真的认真在问这个。我真的啊，那一天之后就有人开始问说这个是要怎么样。所以我觉得那一场这个蒋万安是成功带动了所谓蓝军的士气的部分。那你现在就接着办426嘛，那你426你就是比人数，那你人数现在就。这个党部的应该是主发会嘛，就说我们报名5万了，你们419算什么挖沟啊，对不对？我们议会人比你们多啊，好，我们就看你到时候多不多。然后朱立伦也不是在讲黄国昌跟黄光见面，也不是说要人，就是要人而已啊。然后黄国昌的小孩就说我们要站海景第一排，然后到时候呛你们国民党，那是不是会不会站到海景第一排不知道，但是朱立伦就成功邀了黄国昌去压制了党内所谓蒋万安的这一派嘛。那你说谁敢不去？当时还猜什么卢秀燕会不去？卢秀燕当然会去，尤其是你们这个整个团体造出来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还要想国民党发展这种所谓的这种一面倒的党性，如果党性活动你还不参加，你不是变侯友宜了吗？侯友宜就是什么事情党的事情都不管，所以总统大选的时候不是大家在嫌说以前你的事情都不管，对，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管你？对，岁月静好，你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对，那所以说你在猜什么？卢秀燕因为这次不是重灾区，因为大家以为本来台中市是重灾区，后来是免了，现在是台北市是重灾区，是全雷打嘛。所以说，那你就继续营造，但是我不晓得朱立伦可以撑得住撑不住啦。我觉得我比较相信谢荣介哈。你可以说讲说我不要去，我等你来抓我，你觉得勇敢是真的？对，你怀疑朱主席的决心？我觉得朱主席就是书生嘛，冲爆猪肉吃一吃这样就好了。那我就不晓得会怎样。但是龙改是南部来的汉子啊哈，他会讲他呛一下就讲说。我不要去，那如果你朱立伦也做到这一步，我觉得那个我就不相信检调敢冲中央总部抓人，我觉得什么？那你这样，可是检调如果通知书也发了，然后你们就是不来，我也不能去抓你，所以就变成一个僵局啊！就是说你其实集会游行嘛，我不断的发传票给你嘛，再传会那不到急居啊，你要不要居？不是你如果写不到急居。他不居，那中华民国法律传票一定会写不到急居嘛？但是你敢居吗？
你有感你想敢居吗？朱一伦的梦想应该就是可以戴上手铐，因为对不对事实上我觉得是啊，对不对？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把手举起来，他不够硬嘛，对不对？啊，如果你戴上手举起来的时候，没有人会。所以我说朱一伦这一局是国民党已经设好了，就是希望陷这个我们的检察单位为不义啊。来，不是，如果说戴上手铐这个他就成功了，英雄9月就继续连任了。我都为党这样子了，对不对？然后怎么你们还不选我吗？所以说这个朱立伦，我说大家就说他是什么精算师啊，真的是算术会不会算我不知道，但是政治精算师这一块倒是算的。从这个蒋万安喊这个时候，他应对蒋万安的那一套是做足了。他把所有的这个诸侯都压到，把党内的杂音，因为如果蒋万安那个东西你不压住的话，党内就会出现2个争议，一个要倒阁，一个不倒阁。然后呢，他很巧妙的把一个关键性的人叫黄国昌拉起来，就说黄国昌不同意，你们就不用再跟我讲倒阁，对，你们就不用讲倒阁了，你们就看我办群众运动给你们看，然后传票来，我就是跟谢龙介一样，你们来拘我，有办法来拘我嘛？然后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在野党。我觉得国民党真的要嘉奖一下，他们从前都是不敢做这种事情，就是常说书生造反嘛。对，然后书生造反就是不如那个穿草鞋的，就是穿皮鞋就不如穿草鞋。他们现在要把皮鞋脱掉了，要开始穿草鞋了，那我们就看他可以撑多久嘛？那可是问题是说，你这样的东西到底，我觉得对蓝军的士气的确是有帮助的，就是说他至少引起了那些不是很关注这些罢免的人，然后开始注意说到底是怎么发生，怎么一回事啊？然后就进去了解，那这时候你们的说明才会有用嘛。然后开始注意说到底是怎么发生，怎么一回事啊？然后就进去了解，那这时候你们的说明才会有用嘛。明凤，你说士气被激出来了，但是前面讲到了，包括论述这些东西，我刚刚前面有讲，那因为一中刚刚一直觉得，当你看到中华民国国旗跟台独旗摆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解读是觉得，连挺中华民国的，连当时国民党喊反共的时候，本来大家都会把它画成国民党这一挂，但是在他的解读上，他觉得连这一挂都不挺国民党。是吗？国民党能够用这次包括士气激起来的同时，把人拉得回来吗？我觉得这个就不相关了啦。我觉得那些人，譬如说，我觉得我后来想到说，你们国民党现在要走什么路？应该就是走经国蓝。走经国蓝才是正确的路啊。那你们现在被贴到什么？什么那个红紫色啊，变紫色嘛，就红色加蓝色就变紫色调色盘啊。所以说你们如果表现出，我觉得今天拉去那个罢免你们蓝委人，其实很多将军都是主张经国蓝的人，就是很正统的蓝军，他们就是反共，然后就是经国蓝代表很多意义，他反共。第二个，民生的东西，蒋经国的民生在台湾还是算很好的。那第一个，你们就可以，如果你们走到这条路，就是走对了，因为你们去年都在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嘛，政治法案，对啊，那个搞政治法案、搞违宪的法案嘛，然后你们都一直在亲共，然后现在连胜文还在中国啊，不是下了禁足令吗？怎么禁足令都没有禁足，只禁足了夏立言吗？还是禁足了谁？显然这个朱立伦还是不够这个有威严嘛。所以说你们整个党部你们走回经国蓝，我觉得那些人就会回来了。可是你们要先处理这部分一些祸害，大家不是一直说傅昆萁要先处理啊，然后总统要换人啊，甚至要开除嘛，这才能洗白。否则你们这个紫色要怎么把红色赶出去？这个是重点不过中间还有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在包括426啦，或所有这些，甚或428，朱立伦主席要不要到要不要去被通知运训，要不要去？中间有一个时间点是，因为北检针对黄旅的事情提了抗告，那提了抗告要先看高院才要发回还是驳回？法院高院如果才驳回，那黄旅这件事情就不用再讨论了 ，OK， 他就不会再有被压的问题了。如果高院裁定是发回，那就大家再来一次。就是那个羁押庭再来一次，而那个时间点，因为今天是礼拜三，北检如果我没记错，是昨天录节目的时候，北检说昨天提抗告。那一般
高院这最近你看很多案子啊，就处理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快。所以任俊，如果高院发回还是驳回，对于整个后续426、428跟所有罢免的态势都会有关系啊。他如果发是驳回，国民党就一定会拿这个讲说，你看吧，是不是就是没有证据，没有什么，就袁志刚提的那一段。如果发回，国民党一定会讲说，就是要压人压到底了，你看，就是要什么什么。其实每一篇都可以讲哦，也就是说，这甚或如果是发回，如果我刚刚讲有驳回有发回，如果发回，北院再裁一次，万一在426以前，假设改成收押，因为这不是没有过嘛，柯文哲那第一次也是5包警徽，后来是收押，那个状况又更不一样了。发回跟驳回差很多了。当然，驳回是高院他经过在检视之后就觉得你检察官就是没道理啊，我直接就驳回了啊，那这个就没什么好讲啊。发回不太一样高院看完了之后觉得，检察官讲的其实有道理，但我没办法自行裁定嘛，是啊，我没办法自为裁定，那我就只好请你北院再回去看一看。对，所以它的程度当然会不同。老实讲，我觉得国民党今天说这个4月26号，因为刚刚元之讲嘛，就是为了黄旅的这件事情出来啊，就我其实不是很能理解啦，我的小脑袋其实不能理解的，其实就是这一段，为什么国民党眼睛只看得到黄旅，而看不到另外被收押的那两个？你说那个台南市党部那个副主委那些，我们的台北市党部也2个啊。对啊，还有另外黄旅没有被收押，但中间那个书记长跟总干事那2个被收押。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今天一直在强调黄旅很可怜，黄旅就是一定要被押或者你已经有2个被收押了，那2个被收押的理由，我不相信国民党不清楚，他就是跟党员名册看起来是有连结嘛。我赞成刚刚元之所讲的就说他因为比如说他的选举嘛，他一定会去要党员名册嘛，所以元之那边一定有，一定有，我也不怀疑。但是元之讲了一句话，重点在有没有被乱用。现在问题不就是在这里吗？就你的党员名册有没有被乱用的这起那一天，其实你看那个法院的讲法，就是说，对我没有直接连结，说你检察官附出来的这个施政，你没有办法直接连结第一个黄旅知情，第二个黄旅要求人家这样做。但是他却有2个，刚刚提到了执行长，这个2个直接被收押，那2个是不是实质参与其中？到目前为止，确实他没有提出黄旅有所以检察官现在要提抗告的时候，他一定要去论述的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再声押黄旅？是不是代表我有足够的东西可以连接到黄旅的身上？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当今天国民党一直在那里喊说，我今天黄旅警察很可怜，黄旅就是一直被这样，一直要被压。我刚刚提到台北有2个，台南何尝没有？我不知道那2个的家人，那几个被收押的家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要喊冤也该喊我吧，我是已经被关进去的，你们绝口不提。国民党这几天哪一个人提过这几个？没有你们眼睛看到的都是黄旅所以这才是会让大家觉得说，那如果黄旅不保，会不会再往上？这就提到了大家讲说会不会到什么组织犯罪啦？我老讲，我觉得组织犯罪不会了。很几率非常低啦，我只能不要讲绝对不可能，几率非常低啦。是嘛？就是你要到这个大规模，大家一起到是怎样？中央厨房大家坐在那边一起抄的，就是要有条件，你要有名要有钱，知道才会被注意。我理解嘛，所以我就讲说要到只是犯罪这件事情是，那你可以在台面上谈那当然逻辑就是说国民党整体进来，但我就讲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对于这个国民党上面来讲，你一直强调黄旅的委屈，甚至透过谈黄旅的委屈去 follow 民众党说，你看柯文哲也委屈，我都不太理解。就是说，第一个在黄旅这件事情，你不管其他党部包含台北市党部已经被收押了2个，包含你去 follow 黄国昌讲说我的这个柯文哲的委屈的时候，你都忘记了，你们有一个议员叫游淑慧，你们有几个议员在台北市议会，那些国民党议员在干嘛？他们参加了不同的小组，然后都看了整个的那个过程。那这些人也都在也就在媒体前面也有讲到，就是说，那柯文哲在这几个案子里面所涉及到的有可能会有疑义的地方，因为台北市议会它本身没有办法去讲谁有罪或没罪，他只能就他所拿到的公文书的部分来去论证，就是说，好，这些地方有疑义。OK， 结果朱立伦一次卖掉这些人，这些人都不重要了，为什么你们就是柯文哲就很可怜啊，一样被押人取供啊，一样就是这样。那我就讲实话。他的乱其实来自于这里。如果今天国民党要论证的，就是说我其实没有人乱抄党员名册，我们没有去叫人家乱搞。
你真正该声援的是那些被收押的。我们直接问一下，来元之，刚讲其实要关心的，包括是被声押，可是因为押的那个检察官法官在那里面讲，确实有刚任俊讲，他讲说有那些关联性啊，什么什么这些，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连包括426，虽然你说跟罢免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一定有人会在这里面。你有听到最近包括民进党那些朋友在节目里有讲说，你们426是要去挺什么？是要挺死亡连署吗？你看，他就直接这样讲，他们一定都这样讲。对你们来说，在这方面，你们要怎么样去应对？426是战独裁啦。你看，其实不要先刚刚讲那个什么罢免那个独裁的话，你们就不可能有426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大概30%的独裁啊，如果不占的话，就100%独裁了。OK， 你看我们这个掌管政党的内政部长刘世芳，哇塞，现在化身为民进党第一打在野党悍将那在昨天不是跟那个民众党那个立委林国成在立法院吵起来一个内政部长。他管政党的，结果他去骂另外一个在野党说：“你们是吃台湾米做中国鬼啊！台湾不要有你们这种政党啊！”哇，我听了我觉得好害怕哇！那管政党的部长说：“台湾不要有民众党，也不要有国民党，只剩民进党啊！”那就独裁啊，一言堂啊，不就是这样吗？然后内政部长刘世芳直接下令叫警察说去抓那个首谋啦，首谋点3个人：朱立伦、谢龙介、杨志瑜。内政部长可以这样指挥办案哦。他虽然讲说他是管那个警政署的，没有错，他是警政署的上级机关。可是你主管这些业务，跟你直接下令侦办，那是2回事啊。侦办是应该是警察或检调该怎么侦办、怎么侦断，什么时候轮到内政部长来直接下令，而且用首谋，而且听到首谋，我还以为朱立伦犯了什么大错，他是汪洋大盗还是怎样？江洋大道，对江洋，好，谢谢你有认真听，就是真的是这样啊！我觉得那个就让你感觉说，哇塞，国家机器呢，内政部长国家机器耶，可以这样子哦。来，一翔要不要先直接回应这一块？我觉得就很简单了。为什么我觉得大家会觉得426国民党办这个活动会是挺抄袭？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真的就是跟抄袭有关嘛。今天如果不是黄旅，如果不是国民党不同的党部被收，你们会办这个活动吗？不会啊，对不对？就是因为很多不满，甚至于什么指责朱立伦不够硬，朱立伦做的事情不够，朱立伦当时没有第一时间去挺这些清空系统的人，所以因此党内压力很大，我也可以理解啊，对不对？但你因为压力大，你开始手忙脚乱，说你426要办这场游行，那你这场游行自然，台湾民众一定认为说，那就是跟你反罢免，那就是因为你国民党这些4党部被抄，那就是因为黄旅被压等等有关嘛。所以我说这个你国民党也不用去避讳嘛，这就是事实嘛。可是他刚讲刘世芳部长是适合讲那些包括首谋啦或个案的那些话，直接下令。刘世芳部长他的论述，我其实刚才来查一下，因为我过去其实也没有看到，但是我其实光看我看的部分，当然部分一定是被断章取义嘛。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说内政部长他一定有他的公正性在。那同时。就算今天我真的退一万步因为我真的不了解那相关的，但退一万步，就算今天内政部长说，我们应该去查首谋，这也是一个蛮自然的一番话吧，去查一个案子，如果联动到几十个人，甚至于全国，你去查清楚首谋是谁，这个应该不为过。对不起那天下动员令的叫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是啊，他公开讲他是不是首谋，大家可以论定但我必须简短一下我还是非常遗憾，因为我刚讲了，国民党如果要声援，你应该去声援那2个台北市党部被收押的，但元之一直没有讲出这2个人，我帮你声援他们，一个叫书记长初文清，一个叫总干事姚富文，到现在还在一直讲说黄旅很可怜，黄旅怎么样？我老实讲我一直在强调，如果你认为党里面最名册的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乱搞，你的名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自己去收回来了，你真正该抱屈的是这2位，但对不起，国民党到现在为止一样没有人要提这2个人的名字。不是，这个是有点被断章取义。我们当时对我们讲的是司法直接去抄我们台北市党部啦，你就没提嘛，对，你就是不提这2个人啊。然后刚刚那个任运哥讲那个台南，对我们也是说从台南开始，然后开始酝酿堆叠新北、台北，当然这个就是系列。我觉得我说的没有错啊，就今天426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党部被抄有关嘛，所以你们党部为什么被抄？就是因为现在有组织性，这个不期而同，不约而同，共同有抄袭的行为，而且甚至于抄袭的状况
分不同的县市状况也蛮雷同的。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你叫市民，你叫一般的民众去相信说，我今天出来游行，我觉得会有一个比例原则啦，这谁会相信嘛？会有一个有人偷东西，然后就直接判死刑，然后你说他就是有偷啊，他就是有偷啊，可是偷东西就要判死刑吗？有人偷东西，然后就直接判死刑，然后你说他就是有偷啊，他就是有偷啊，可是偷东西就要判死刑吗？那你要说比例原则，对不对？你今天过去有人抄名单，然后检方讲说那个是结果犯，现在呢我从你党部直接收押，我接受，这个是比例原则的问题嘛？那你跟我说比例原则，公民团体12个死亡联署案。国民党这7公斤1900个死亡联署案，那你跟我说比例原则该怎么办？比例原则讲的是说，检调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有没有用大炮打小鸟？我就说这不是小鸟啊，这件事情。全国都有啊。简短补什么？简短补充就是说，那个总干事姚富文跟那个书记长楚文清被收押禁见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删了手机的 LINE 的对话记录，这是关键。那传出来的资料是黄旅没有删，但是他们2个有删，所以这里面到底是不是谁交办给谁，然后谁在得到交办以后，下面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另外有个那个第1区执行长曾凡川也是无保警卫，是不是收到讯息以后，大家的做法不同？我觉得这才是关键，但我相信敢声押一定要有相对的理由，所以这才是他们2个现在人被压在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OK， 容我1分钟帮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有提到法律上有2个名词，一个叫行为犯，一个叫结果犯。我们原来的刑法210条伪造文书那个条文，它的用语是说，那伪造、变造他人的签名、印文、署押，逐身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点在那个逐身损害于公众或他人，那叫结果犯。也就是说，你做的这件事情要产生这个结果，那叫结果犯。那后来改的选罢法98至2条里面，他是直接讲说，在罢免联署的时候，如果要是伪造他人的签名、印文、署押，处有期徒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那个逐身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这个叫行为犯。也就是说，你如果签了联署的这些是伪造，这个行为下去就是这个样。刚那个是结果犯，这个是行为犯，这个在法律样态是这2个不同。至于时间点，因为选罢法那个在2月18号的时候生效，那但是对于国民党有一些送出去，譬如说李孝亮那些，他是在2月7号左右送吧，因为不是讲说他才7号见完黄旅，然后隔天，然后中间又送出去，所以他的时间点应该是在那个以前，时间点是，可是中间有没有经过补件？补件的。如果过了2月18，那补件的那些行为，假设是在2月18以后，它就会适用到选罢法这一块。这个大概是整体的法律，因为我们面对面的观众应该对这些都应该可以详细的了解这样的一块。OK， 好，那对整个蓝营来讲的话，是不是真的也感受到空前无比的压力？你说包括在35席到底有多少席会过了第2阶？那今天罢团也已经公布了，最起码到目前公布的大概就已经快10席几席左右。明天曹英成还要再开一个记者会，那有人在评估，因为罢团公布的是台北已经过了4席第2阶段，那巧芯这一席在罢团的公布里面是没有。那大家不知道明天曹英成要开记者会，会不会也跟这个有关系？如果是就是426啦，我已经问过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算一算，对国民党来讲，在台北叫重灾区吧。好，所以刚刚讲说，对国民党会不会有集体这样的一个压迫或是忧虑感？那蒋万从前一阵子你看到，包括在议会里面跟议员之间在共谍案的时候，直指民进党跟共产党啊，要消灭中华民国，然后包括这次在黄旅到北检的时候，当朱立伦下令。虽然是台北市长、首都市长，但还是去了以后，生活讲说他的身份啊，他就用个人身份，类似这些，然后喊了倒戈。那最近呢，有人说他变成战斗安 ，OK， 因为他的重炮手那类感觉。让你看一下，包括今天是民进党团，好像请大家到民进党团嘛，对不对？让您看一下蒋万安在民进党团里头跟他们的民进党籍的议员之间，大家针锋相对的过程。来，所以我说过，到现场我自己的行为所衍生的各项责任，我个人来承担，非常清楚。今天是不是违法，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议员你们说了算，也不是内政部长说了算，是法律，是警察局依法认定，
依法办理。我要回应你们议员的质问。今天总召说我们是来做，我们再说重大法议案呢？那回归重大法议案，我们愿意说明。不是你说了算，不是谁说了算，法律说了算。宜祥在场吧？我在场，我其实就坐旁边的旁边。对啊，没有我觉得蒋万有点失控啊，因为为什么？其实有一句话真的是惹毛大家，因为本来大家针对这个北检外面其实大家有预期到本来就会有政治攻防，那一定的嘛。其实蒋万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嘛，对不对？他立场就一定跟大家会不一样嘛。但是我觉得大家没有预期到一段，他直接讲说，法律不是我说了算，不是你们议员说了算，不是内政部说了算。那大家想说，对啊，没错啊，法律是警察，到时候是白纸黑字。这个法律的文字怎么写，说了算，很简单嘛。那我举个例子，你今天北检外面可不可以抗议？这个还是疑问点嘛？这不是疑问点呢。是啊，全世界每一个人看过集会游行法都知道，就是不能在北检外面集结嘛。你自己去之前，警察已经举牌一致了，你还说不是你内政部，不是你议员说了算，违不违法这件事情，你到之前警察都已经举牌了。你后来国民党解散之前，警察举牌了7次，举牌了7次。你去之前，自己的台北市的警察局都已经说这个是违法集会，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在北检外面去申请集会游行，根本没有办法去申请，你要怎么让它合法？你就算你是市长，你还是要尊重法律。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气，就是因为你一个法律人，你身为台北市最高的行政首长，你总可以对法律模棱两可。所以后来我其实自己也讲啊，我说我觉得真的最不 OK 的一部分，你自己不断强调，包括在场北检外面你就强调，我是这个三宝爸的身份去参加，那大家会觉得说，那你到底给我们下一代传达了什么讯息？你身为市长可以带头违法，你身为市长法律就不适用于自己身上吗？你给下一代说违法是 OK， 你只要负责任就 OK 吗？当然不 OK 嘛。所以你为什么？但我觉得很有趣一点你去看他其实当天在场，因为这个后来都有讨论到嘛，他其实迟一直不愿意讲他是以台北市长身份嘛。他当时讲了3个身份嘛，又是什么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嘛，又是三宝爸的身份，又是国民党党员等等，他没有讲他台北市长。他今天不断强调他是台北市长身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后来其实无论是台北市警察局或其他的相关单位，其实都写说是蒋万安市长到场，所以都已经直接白纸黑字就说他就是市长。好，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你蒋万安去到那边，你的态度是什么？你事后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事后态度是好，这个也愿意检讨但是因为政治压力很大，我觉得多多少少，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可以理解。但如果你的态度就是要辩称到底，就是说我没有错，我去到那边是 OK 的你挑战我这件事，我就要骂回去，那大家可以接受吗？所以党团其实我觉得没有人想要这个，虽然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点预谋说会有变这个状况，但我觉得也没有人期待说会。但是蒋万安最近你可以看到他的发言立场其实已经变了。其实过去我认为他比较温和一点。其实过去我们无论在质询，无论在这个开会讨论事情，甚至于去年这个来参加这个我们党团会议说明这个重大法议案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觉得他比较理性了。那现在我不知道是因为战斗蓝的压力吗？还是因为国民党的氛围变了等等等等，或者是他有新的政治目标，跟他说你就是要站到底。但是我觉得他现在的状况跟过去不太一样，他人设跟过去不太一样，他处理我觉得大家一个理性讨论的方式也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好奇一点，就是蒋万安到底是为什么改变了？他到底改变的动机是什么？还是他已经准备好说国民党接下来他要承接这个领导的地位？我觉得这是合理的怀疑啊。你觉得蒋万安有改变吗？这个改变我觉得有改变，那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对啊。因为现在是整个执政党全面要歼灭在野党。那我们国民党里面能量最强是谁？能量最强就是这些县市首长特别是比如蒋万安的台北市长、首都的市长，他的发言当然是具备能量啊。那卢秀燕是因为大家认为说他有可能未来2028的人选嘛，他的讲话也很有能量。
比如蒋万安的台北市长、首都的市长，他的发言当然是具备能量啊。那卢秀燕是因为大家认为说他有可能未来2028的人选嘛，他的讲话也很有能量。这个本来这2位就是要再站出来讲啊。那特别是蒋万安，我印象当中他上一次很硬，是因为民进党议员一样去跟他扯什么共谍的事嘛，国民党就是一直被扣这个帽子啊。那当然要反杀回去啊！你们那么重视共谍，为什么你们都不去做中层查核？当时民进党不是扯共谍事，当时民进党是说，你愿不愿意这个去谁要消灭中华民国？对，去承认是哪一个国家要消灭中华民国？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讲话回答不出来，大家才会你在台北市议会不问市政，然后去扯这种东西，讲话我问不想要调到你的讲完第一时间就可以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这话已经结束了，说不出来啊。那一天蒋万安去是要讲那个市政啊，结果每天在那边搞这个政治口水，他当然就不想要跳到大家圈套里面嘛，强力回击啊！开心好不好？看着影片，他讲的超开心了。后来我觉得他这样才，我觉得他这样才对啦。我觉得他对。那将军，所以你自己感觉上讲完好，当然有人讲，第一个包括他倒戈说，包括他最近态度的改变。那第一个是因为好，当然就袁志刚讲的，面对执政党，那他们觉得执政党有这样的一些的压力。好，第二个是因为包括这次罢免过程。如果要是明天罢团公布，假设连巧芯都过，那是蓝委5席全过哦，那算是重中之重的灾区喽。所以对蒋万安来讲，他是台北市长，任何一个假设第3届被罢掉，对他来说也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啊。所以他某种程度要真的发挥，不只是母鸡，感觉上快变老鹰的，用这样一些方式，甚或能够拉到最多的，包括深蓝或所有这些支持的票，是这个样吗？对蒋万安来讲，蒋万安现在最重视的是什么？最重视的是能否连任台北市长。所以说，台北市民对他的支持与否，尤其是投票给他的台北市民，在2026会不会继续投给他？这是蒋万安最重视的事。那至于是2022年没有投给他的这些台北市民，说句实话，如果可以投给他，他最高兴；如果不能投给他，他目前来讲就不管了。我不管你这些没有投给我的。我就先巩固2022投给我蒋万安的这些台北市民，这是最重要的。OK， 至少不能跑票嘛。如果2022投给我的人跑票了，他说不定2026会落选。这对蒋万安来讲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那么我就回溯到这一次有5席立委面临到罢免。明天如果开的记者会突然间公布说5席都过2阶段，这对蒋万安的压力大不大？当然，我告诉你，超级大。为什么大？大不是来自于这5个人会被罢免，大是来自于这5个人的选票跟蒋万安2026选票会有高度重叠。是，如果这5个人被罢免的话，他的2026选票会降低。那是一场苦战。所以蒋万安为什么要变？他不是因为什么看到了状况危急，或者看到了水里面有鱼往上游，突然间发起了这个庄敬自强的心理，不是啦，选票的压力。如果这5席全部完蛋，蒋万安2026糟糕了。人家会说，第一个，你看，你当个市长，5席国民党立委全部都被罢免掉了。就算没被罢免掉，5席2阶全过，对蒋万安压力很大，他必须要硬起来。可是蒋万安在他紧张的时候或者慌的时候，做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北检那一场，你是台北市长，你连去都不能去。你可以学马英九啊，对不对？快解散，我去送宵夜，可以，这 OK。对不对？没有，我现在是关心在这边现场的这些警察，我来帮警察送宵夜 ，OK？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我也去了。可是你不能说我现在是用3把5霸，我是用台北市民，所以我来这边跟法律无关，有事我自己负责。他为什么说有事我自己负责？他知道这是一场违法的集会，所以他说有事我自己负责。可是你到了台北市议会，突然间你不认了，说有没有罪，不是部长说了算，不是北检说了算。不是谁说了算，不是议员说了算，不是议员说了算，也不是他自己说了算。但他其实自己已经承认很多次了嘛。那就从头到尾你就清楚，那是一个非法集会。没有申请这个地点，就算申请了也不能去，那还不非法。所以他就知道，所以他必须要帮自己圆，到最后他圆不下去了。所以其实蒋万安刚才在印象里面党团的时候，他的眼神是有点闪烁的，你知道有点闪烁的，所以他就开始用大声来压制他的紧张。这对蒋万安来讲是极大的劣势，而且将军，你知道，其实后来因为李世川坐他旁边，在拍他，还拍他，稍微拉他一下，叫他不要再讲了，就你不要太过。对，你知道，连自己副市长都觉得有点看不下去了。因为蒋万安其实虽然是市长，当过立法委员，可蒋万安有没有面临过这么大的
所谓的逆流，没有，蒋万安从从政以来选上立委以后，一直到现在当了市长，蒋万安有没有遇到他选区里面5席大立委都面临2阶罢免要过关？他从来没有遇过，所以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啊，而且呢，旁边七嘴八舌都在讲说你朱立伦你很软了，遇到蒋万安更软。他到了基层去跟他的支持者接触，我跟你保证，很多人都会跟他讲这样的话，这会影响到他的决心。好，如果将军刚讲，明凤，但是你看蒋万安，包括他讲倒戈，他讲所有这些，赵少康也是这样的啊。虽然朱立伦已经跟黄国昌作战，你感觉上定调就不要了，但是显然赵少康胜获就直接，这算叫板的吗？就直接这样。那对蒋万安来讲，德不孤必有邻啊。现在包括战斗蓝的领袖也是跟我站在一起啊。可是对整体国民党来讲，光这样的虽然朱立伦是主席，感觉上已经告诉全世界不会再这样，可是他们总是这一卦的实力也非常雄厚啊。是啊，就说这就有点就是比较鹰派的人，就是跟你蒋万安人设以前绝对不是鹰派。对啊，对，就是说他已经站队鹰派了嘛。那跟你这个朱立伦那一派的人还没软柿子的话，那我当然不能公开分裂，但是我们意见已经不同了。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党主席的前奏曲啊，就是说到时候谁会支持谁就很清楚了。那对蒋万安来讲，这个的确我觉得就是连任的问题，因为你5席的立委被罢，你全垒打，你是。全国里面全垒打，台中都还没有全垒打，对，只有台北，对，台中都没有全垒打，桃园也没有全垒打，就台北这种大家永远就想象不到天龙国竟然会被全垒打，这种东西就说我罢免2阶联署进入投票，也许我还可以我如果不努力的话，我进入3阶的时候如果被罢掉。这就很严重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观察政治最可怕的、最关键一点就是说，我补选这个东西的过程之后，会不会影响到补选的结果的质变？补选如果民进党这5席里面减到2席以上，代表是台北市的天龙国的选民是质变了啊，就是不再说我丢一块石头，就在台北就会赢的。这种东西是很关键的东西，所以说罢免这一次让很多中国啊、民国国旗的人跟台独人举在一起的时候，这是有意义的，就是会让这个我们在观察台北市这个选区，过去呢是民进党都进不来的，他进来是陈水扁，他因为他分裂，那唯一进来是无党籍的柯文哲，那比如说这个选区呢，是我不一定要支持蓝营的人，但是我要支持配得上我这种市民的立委，对不对？那配得上我这种市民的市长，我觉得你这个连胜文不可以，所以我就选择但是我不会选择民进党，可是我就选择了柯文哲。那这次罢免是这样，如果说我觉得你们这5席也不适合，那未来在补选的时候就是一个关键点。如果他们可以接受这个整个台北市民进党的席次跟国民党的席次是一样的，或是多1席的话，表示这个选举已经被翻盘了。以后在任何的选举不再是决战中台湾了，台北的台北市可能也是要决战的一个地区了。所以我觉得说这次大罢免这种国民党轻松以对的态度，真是令人佩服啊。可是美凤换一个角度讲，因为这次在台北他们一直主打所谓的双五。就蓝营要去罢双五呢，虽然后来现在就是因为这样延伸出一堆那个死亡联署的好，但不管。可是显然对国民党来讲，如果我一直坐在喊倒阁，就是不想只是我坐在家里面被人家打嘛。那但最起码倒阁如果不成啊，不管说连白营都不配合，可是蓝营看起来，尤其针对台北，譬如你刚刚讲，如果万一到第补选已经是3阶罢掉，补选万一再掉2级，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那是多沉重、难以言喻之重。好歹我也罢你1席2席，国民党会有实力这样啊。如果说他们做得成的话，我们何必？如果说他们做得成的话，我们何必？你看他做不成吗？你看看现在吗？你看第一阶段过，然后我看有一个说，我们要开始了，要开始第2阶段罢。
吴思瑶，那你看你做得成做不成嘛？你现在要保这个，我估计会有20席，15到20席，就是我刚一开始分析的战场，15到20席是最有利民进党补成57席的这个战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结果的话，他们还来得及有空再去补那个2阶的吗？其实是你一开始你就要努力的去补2阶，然后一起来投票，这样才会蓝绿平衡嘛。现在一定来不及的啦。现在来不及，现在一定是第1阶段，我不管你第2阶段怎么样，现在一定是第3阶段的投票了。先守第3阶段，先守第3阶段的投票为主了嘛，否则为什么要上凯道？对不对？那所以说，你这件事情就是要你国民党到底在台北市会不会发生质变这种事情嘛？这种质变的话，你天龙国你就完蛋了，你要去让你捡回来你的席次啊。一中你自己看的，因为大家要到明天曹建成他们开记者会，看是不是台北会不会全雷达，或者所有这些。而你也看到，包括不管是巧芯啊，或是像譬如说刘志强，当过了2阶以后，如果过了2阶，会不会大家的态度就不一样？因为前面要低调，反正过了2阶。那像王宏也讲说，那大家就来备战啊。那现在一定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所有的支持的票全部吹出来，就这样啊。你看徐小新的动作，你就知道他们事情大条了嘛。曾几何时，你会看到徐小新自己在脸书有没有？他 po 了一张，因为松山慈幼宫妈祖 C 嘛绕境，然后他跪在地上的这个画面。一般人如果妈祖去跟跪啊，你跪在地上，大家会觉得还好。但是一起 C， 他是蜜獾呢，这个蜜獾还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的蜜獾呢。现在看到妈祖也要下跪，没胡啊啦。那你刚刚讲为什么明天才要公布徐小新？因为徐小新不是达标不达标的问题，你又达标就有点太羞辱他了。他是第1名跟第2名的问题，他是第1名啊，对，因为他那个都永远只是是这个意思。对，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他在跟王宏威争谁是第1名啦，就是那个份数啦。那原本3输嘛，那因为李彦秀比较聪明，他率先辞掉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他已经退出这个江湖了啦，然后他现在每天早上就是从游览车市场，然后就是这边跑，所以港湖现在李彦秀跑得很勤了，他早就已经做好这个准备。那至于那2输呢，就事情就比较就时不时就会上媒体，然后去这边讲，包括像王宏威嘛，以前我们早就做好2阶怎么准备，这种话只会激起那个罢免。而且你看从民调上看起来的话，很多过去投给他们的这些国民党的投票者，他们这一次会出来罢免。所以这才是危机，这也是为什么蒋万安提倒阁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他是衔这些国民党立委之命讲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对这5位来讲，最好就是可以解散国会重选，因为他们就不会面临这个问题。现在问题是这5席，未来如果被罢免成功的话，看起来机会还蛮高的，他们回不来了嘛。你要知道，保哥比较低了。对，除了保哥比较安全，四保稍微安全以外，另外那4个是很危险。OK， 所以他们已经回不来了嘛，回不来以后呢，所以他们才会拜托蒋万安讲出那个倒阁说。结果没想到蒋万安讲出倒阁说以后，结果朱立伦自己没出席就算了，还抱了一个更没出席的黄国昌，2个抱在一起。这2个没出席的现在就已经决定了。可是我跟你讲，事情不是那么单纯，你们没出席是你们在没出席，其他人不是没出席。这是今天的画面，今天中东锦。他们在苗栗办了一个这个产业的这个企业座谈会，卢秀燕有出席，有出席这个有什么了不起？不，中东锦直接讲，他说他支持卢秀燕出来担任国民党的主席，虽然中东锦现在是友军，还不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国民党大多数的县市长都支持卢秀燕当主席，然后他说国民党正副议长90%都支持卢秀燕当主席，现在只看卢秀燕要不要站出来了。所以我的意思说，中东锦其实不太碰政治，你知道他不是，但是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刻，其实只是一个产业座谈会，他故意要讲出这种东西 ，OK， 就表示他也是嫌大家之命，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无能的，然后让着国民党这些委员要被罢免的，然后都到现在无能为力，然后最好笑的是他们国民党台中党部还怎么样？昨天还发一个通知说台东说请党员同志啊带身份证啊来干嘛？来现场踊跃参与联署。人家说，人家罢团是在街上一个一个，不管是办活动或小蜜蜂，就拜托大家来签署。你国民党的态度是原住民嘛？他要罢免陈莹跟吴丽华，你是发函，然后请这些党员过来这边跟我们找联署。
从这个过程，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可是你就可以感觉出来，就是说这个国民党在处理这个罢免上，他主动性也不足，然后被动性的防御你也无所措，所以基本上我们所以蒋万安为什么脾气变那么大，他这么发飙，因为他知道他扛不住了嘛。那他其实他凶的目的其实是在凶谁？他在凶朱立伦，他只是不好意思说朱立伦你要出来，他不敢嘛，他就只敢在那边拍桌，好像一副很凶，他就是在不爽朱立伦嘛，事情那么动作那么明显，所以民进党立委你们也不用跟他吵了，他在凶朱立伦，但是他不敢明讲。好，那可是这整个罢免的风潮，有人讲说，当然从去年譬如这一些法案的争议，然后甚或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总预算删除一些的问题，那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你一定听到有很多人在讨论说，包括护照啊，为什么要到了10月会没有护照啦，类似这些，那行政院就决定说，就直接把1300多亿。那就全部解冻，然后就全部都送到立法院去，也不管你们到最后那个3减2到底会怎么样，就先送。可是，在今天，元真，你们为什么在讲说，其实这些早就应该送了？为什么？因为最近一直在网络上是流传很多基层公务人员抛出来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是比较新的啦，这是文化部主计处发给他们内部的一个 email 啊，大家可以看第2点啊，他说。解冻报告内容啊，可以再浏览一次，确认不会有被解读成早就写好，现在才送的字眼，并适时更新相关数据。而且他在最上面的时候还讲说，经请示呢，已经可以将解冻报告发文送到立法院。换句话说，其实文化部下面的各级机关，有的早就已经把那个解冻报告已经写好了，但是他们上面一直要求他们不能送。今天为什么忽然间又全部都要解冻了？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嘛，因为。很多基层公务人员看不下去，一直出来爆料。他们怕说大家太多这种看不下去公务人员一直出来讲，所以才说赶快送，这是在灭火。来一下，我觉得如果元之刚刚提到这个部分是成立的话，按照逻辑的推论，会先有这样，就是一定会先有一个下达命令下来，说大家解冻案先写好，但是先按兵不动，先不要送，这是。按照逻辑推论的嘛，因为现在突然之间，元之意思是说，好，现在红门大开，大家可以送，所以曾经一定有一个指令下。那如果这些公务员大家要爆料的话，为什么不爆料第一是爆料第2呢？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啊。第一个才是更有这个爆炸性的这个证明说，你政府这个叫大家按兵不动，写好了不要送，但没有啊，但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所以我至于这些网络爆料到底能不能采信，到底真不真实，我是保留了。这个就在预算的这一部分，既然是当时罢免的其中一个原因，那现在行政如果要送蓝绿白之间的攻防又会怎么样？可是，在过程当中啦，大家都在讲，不管各个阵营罢免，不管要罢谁或怎么样，那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所有这些都应该不受任何的影响。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所有这些都应该不受任何的影响。譬如说，最近大家在讨论，像基隆如果要是有罢免联署的人被问到这件事，元之，那这件事情会引起什么样一些风波？对，这个事情就是检调就是为了要就是觉得说，我们也有查绿啊，好，所以就去查那个林佩祥的那个罢免案，然后结果呢，他们查的方式非常奇怪，早上6点钟的时候跑去基隆的联署人的家里按电铃，然后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联署罢免林佩祥？那后来当然在前2天的时候也有去约谈的领衔人，那我觉得有2个事情啊，第一个，你今天检调你们要去人家一定要6点钟去人家家里面去做这个事吗？那今天早上那个法务部长在立法院他说，这个完全合法啊，我也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那他们这样做呢，是为了配合基隆人的习惯因为基隆人都比较早起床，比较早出门所以要在他们出门前呢就去做这个事情。但我觉得这个也是莫名其妙嘛。第一个，谁想要在一大早的时候被你找上门，不是吓都吓死？第二个，这个事情你可以用寄信的啊，你可以用约谈的啊，你为什么一定要一大早出现在人家家门口？然后你这个事情不会让基隆人很怒吗？不过刚讲到这一段，我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在今天立法院，包括蓝绿的立委都问了法务部长郑明坚这样一些的问题，让你看一下，来。
为什么要这样的？早上6点。因为已经早上6点你起床了吗，部长？这个是看个人，不过我们是考虑到基隆的特殊性，因为基隆的民众绝大部分都在外地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避免就是说，那个被传唤的对象哈，那个说还要再跑一趟，所以我们就专人的送达，反正是6点半开始送达的，那个早上6点半，那已经都大家就准备要上班的时间了嘛哈。部长，你真的确定哦？部长，这个说基隆人的生活习惯，所以需要早上6点去送，我觉得这句话蛮不妥。部长，我是基隆人，然后我现在很多亲友也都还在基隆，大家都说我们基隆人没有这个生活习惯，而且我有没有这个生活习惯，其实跟你是不是6点半送达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刚才你看到第一位在执行正部长的是民进党的立委，对，就说你确定吗？基隆人的习惯。然后吴宗宪大家都知道他是国民党立委，这个是这一次要罢免基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林佩祥的罢团针对这件事情，他们说那个罢团叫基隆绝配，他们说尊重侦查不公开原则，呼吁社会各界静待司法程序跟调查结果。然而，针对4月18号清晨检警通知民众说明一事，罢团认为就执法机关应该审慎检讨相关处置方式。团队指出，任何人清晨在家中应该享有不被打扰、免于恐惧的基本人权。尤其许多年长者仍对威权时期的白色恐怖心有余悸。罢团呼吁检调机关应该深化内部人权法治教育，落实于具体执行中，切勿让 Never Again 沦为口号。民进党立委对这件事情很有意见，国民党立委对这件事情很有意见，罢团对这件事情很有意见。我一直说，如果有一件事，通常是有一边满意，有一边不满意。但这件事，一想我看不到哪一边满意啊。大家都觉得你不应该是这个样，可是部长讲的这一段，好像是因为基隆地检署后来有发一个声明，对他们说这是我们基隆人的生活习性。我不是基隆人啊，但我知道这应该台湾不会有任何地方说整个全部市民6点多起来，然后这是生活习惯，这不太正。我就说了，这个我们今天难得可以上演这个蓝绿大和解，因为我们可以共同来谴责，说认为这是相当不当了。就是第一个，你从6点多去敲人家门，把大家吵醒，这就有点不当。第二个部分，你不但没有去检讨，甚至于你还说这个就是基隆人的生活习惯，我觉得不会有任何人能接受这样子的说辞。对，而且好了，部长讲说一切合法，真的，一切合法。当然，部长讲一切合法是说刑事诉讼法61条，观众朋友，61条是规定这个送达文书由司法警察或邮务机关行之，前项文书为判决裁定，这跟我们今天讨论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不知道而且为什么检调人员6点半就要起床工作呢？这违反这个劳基法。对，而且好了，如果我们基隆人的生活习性是这样的话，那可不可以告诉我，基隆地检署每一个案子都是6点半叫证人去吗？就叫基隆地检署开始6点上班啊？不是，理论上是不是？如果告诉我这是配合基隆人的生活习性，那就是每一个案子应该都是6点半，就请证人、请被告去，是这个意思吗？就算我是6点半起床，但不代表一大早会有警察或调查局的人员来我们家按门铃。我再讲一次，不管你要罢蓝的，你要罢绿的，你要罢任何人，老百姓不过在行使一个宪法赋予他的权利，他为什么在家中？公民老师，请问一下，共股这种画面，我以为是警方在攻坚呐，就来队有吸毒犯、杀人犯、放火犯的习惯，不是，所以才会有这种早上6点，这种不就是攻坚吗？我们在那种警匪片或是一般司法新闻看到，这就是攻坚啊！警察按门铃，那我靠，盾牌都准备好了，如果不开门的话，就破门，啪，没有啊。那就是每一个案子应该都是6点半，就请证人、请被告去，是这个意思吗？就算我是6点半起床，但不代表一大早会有警察或调查局的人员来我们家按门铃。我再讲一次，不管你要罢蓝的，你要罢绿的，你要罢任何人，老百姓不过在行使一个宪法赋予他的权利，他为什么在家中？
公民老师，请问一下，共和国这种画面，我以为是警方在攻坚呐，就来队有吸毒犯、杀人犯、放火犯的习惯，不是，所以才会有这种早上6点，这种不就是攻坚吗？我们在那种警匪片或是一般司法新闻看到，这就是攻坚啊！警察按门铃，那我靠，盾牌都准备好了，如果不开门的话，就破门，啪，对。没有啊，他只不过是签署那个联署书，那你只是要去查对说到底是不是本人签署，对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只是查核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人家讲的，不只是大炮打小鸟，你是拿核子弹去打小鸟，所以才会引起整个人的愤怒。而且我觉得最过分的事情是。这4月18号这件事情被讲出来以后，其实你就是道歉，你地检署就说对不起啊，我们真的是没有疏忽了啊，未来我们会怎么样？因为这种事其实就不是要去抓杀人犯，你就不用用这种情况，就你还去报说啊，基隆人的习惯是这样，我把就给基隆人给评语啊，你说没啊，谁跟你那边6点半？而且就算老子6点起床、5点起床又怎么样？我是起来准备在家里等你按门铃吗？这是每个人这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的安全，所以我觉得他们逾越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法务部长也天兵了，你下面讲的这个东西，你就在国会殿堂就给他哒哒哒讲出来，现在变成一个新闻。这东西，这法务部长，不是你派人去的，但是问题是你下面的人为了要争功，为了要表现，他们做了这件事情，这个才是整个问题的根源。明凤，因为这件事情基本上我讲它是人权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你看没有色系的问题，蓝绿所有的白生或者白，大家都是这样。而这件事情好了，我不想把司法这些调查扯上政治，可是这件事情可能会造成政治效应的啊。是啊，我觉得不就是像我们这种老人啊，就会想到美岛事件的时候，那美岛事件是一大早就抓人啊。那我就觉得说，时代已经经过40-50年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做呢？然后，而且你这样子一连串的做法，其实是就是像你讲的，会引起一个反效果啊。那个所有本来是支持，所以反正林佩祥也连不起来了，还好。那否则的话，你就会影响到这个整个霸团的运作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我不能说是什么，但是这氛围哈，我觉得法务部长真的要彻底去检讨这整个手段呐，包括你伪造文书没有错，伪造文书是5年以下的这个罪，对，但是人家说啊，这也是轻罪，可是数个伪造文书的确也是重罪啦，但是问题是你手段上面你要不要稍微这个稍微这个让人家。不要引起这个反弹，然后去介入这个罢免的政治活动。OK， 来，将军最后1分钟。我讲哈，其实人民最怕一件事。我以前当兵的时候，你想想看，我有休假在家睡觉，突然间早上6点半宪兵来按门铃。即使我在休假，我也会觉得，是不是我预假了？以前的白色恐怖就是因为宪兵戴白帽子，戴白帽子。对，你想想看，军人如果你在家正常休假有假单哦，或者从外岛休假回来，突然间休假到一半，你家门口6点钟有人按门铃。而且是宪兵，你一定会赶快拿假单出来。我是不是预假了？会紧张，这就叫做不要让人民心生恐惧。这不管你是执法人员，除非你有逃亡之余嘛，我要攻其不备来抓你，否则有这么急吗？那来，人居最后1分钟。如果从法务部长的回答，再从这个基隆地检的那个回应，对，就看起来就是检方自己去要求警方做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必须讲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支持，就是说联署你要罢免或是谁，这是你的公民权利。可是这个公民权利在行使的过程当中，它如果涉及有违法的这个情况或疑虑啦我现在讲，因为到目前为止是疑虑嘛，你警方一直去问说，是不是你签的？那我就讲这件事情有急到必须要早上去问他嘛，因为你生活习性是这样。对，我的生活习性跟起床了，所以这整件事情，我就讲嘛你今天要去问他，只不过就只是为了问他说这是不是你签的？你要的就是这件事情嘛。你早上不能问，晚上不能问，你一定要清晨5点多6点钟去按人家的门铃，然后跟人家讲说，不好意思，你讲，那他如果不在家呢？你怎么确保他每个人一定都在家？所以你拿生活习性这件事情出来，人家跟他解释说，我为什么这么早去按，是因为大家生活习性就没办法被接受啊。你怎么确保他一定会在 ？OK， 政治人物或政党之间政治的攻防，那都各有各自的一些的想法，但是老百姓的权利不能够被任何的状况之下牺牲，非常非常重要。不管你是挺哪一个阵营的 ，OK， 我想这是所有在场所有来宾，包括你刚刚看到，不管任何颜色，大家的共识应该都是这个样。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希望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